凉风有信，秋月无边。你们好，我是你可爱又迷人的前女友。相信大家小时候都有看过童话书，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暗黑童话？其实所有的童话故事都是因为期待而改成了幸福美满的结局。那么真实的故事会是怎么样的呢？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反叛的童话。某一天，一位女士在店里遇到了一只狼先生，他是一位保姆，经常给雇主家的2个孩子讲童话故事。狼先生看了看童话书，对里面的故事和小红帽都很不满意。他给保姆讲了2个故事。曾经他有2个侄子，在很小的时候就惦记着吃外面的小红帽，但是狼先生不允许，2只小狼就放弃了。那时候的小红帽在街上卖花，白雪公主跟他买了一枝草。皇后死了以后，国王声称要找一个新的皇后，也就是说白雪的父亲要给他找个后妈。小红帽安慰了白雪，2个人成了好朋友。小红帽将自己的第1枚金币存进了小猪银行。那时候每天都有1万个人想成为王后，最后国王选了一个很强壮的女人，她嫁过来时还戴着一面魔镜，可以回答世间任何问题。王后每天都要问她，谁是这世界上最美的女人？魔镜每次都会回答她是皇后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2个小姑娘快乐的成长，直到10年后的一天，王后再问魔镜，魔镜给出的答案是王后是第2，白雪公主才是第1。王后气出驴叫，她抓狂的让猎人去杀白雪公主，然后挖出白雪的心脏带过来。此时狼先生的侄子大灰狼不听管教，先去外婆家吃掉了外婆，然后没吃够又想等着小红帽。小红帽正在跟白雪玩耍，猎人赶来抓走了白雪。小红帽无能为力，只捡到了猎人遗落的手枪。他回到家发现自己的外婆已经变成了狼外婆，于是他敷衍地走了一下原剧情，外婆你的耳朵为什么那么大？为了能清晰地听见你的声音呢。外婆你的眼睛为什么那么大？为了能清晰地看见你呀。外婆你穿了一件很漂亮的毛绒大衣。大灰狼觉得这不对呀，他告诉小红帽他忘词了，下一句应该是为什么你有那么尖的牙齿，但是这都不重要了。小红帽笑了，他从身后掏出手枪，蹦蹦蹦就射杀了大灰狼。另一边的白雪也危在旦夕，但是猎人最终还是没有动手，他放跑了白雪，然后从肉店买了一颗牛心和牛排，去跟宫殿里的王后交差。王后看见心脏十分满意，她拿过心脏狼吞虎咽地啃了起来。白雪靠着美丽的脸蛋搭到了顺风车，并做起了7个小矮人的保姆。小红帽变了，她不再穿着漂亮的红色斗篷，而是披上了狼皮大衣。她以为白雪凶多吉少，每每想起都十分难过。此时的3只小猪因为盖房子砸碎了银行的储蓄罐，其中包括小红帽攒了很久金币的小红猪。在2只小猪盖房子的过程中，狼先生剩下的侄子大黄狼没忍住，吃了个满嘴流油，但是他更贪心的想吃猪行长。猪行长这时正在跟小红帽交涉，小红帽想要要回自己的钱离开这里，但是猪行长早把钱拿去盖房子了，他谎称银行破产了，将小红帽拒之门外。到了晚上，大黄狼来到了银行，但是银行显然坚固得很，狼刚看着猪吃不到，很生气，他准备直接将银行炸上天。猪行长情急之下打通了已经变成了狼猎人的小红帽的电话，小红帽告诉他别着急，如果他吹完头发猪行长还没有变成炸猪排，他就过来了。当狼点燃引线的时候，小红帽来了，狼先生这个侄子也没有保住。猪行长赶紧趁机讨好小红帽，小红帽这才发现他所谓的破产就是自己有的是钱却不还给别人。而当小红帽发现自己碎掉的红色猪猪储蓄罐时，猪行长也迎来了自己的死期。与此同时，7位小矮人因为赌马输了个血本无归。白雪夜晚偷偷潜入宫殿，看见大家都睡得死沉，他偷偷拿走了王后的魔镜，让小矮人问魔镜想知道的事情。小矮人们问了第2天赛马的结果，高高兴兴的去筹钱了，但是白雪却郁郁寡欢。魔镜猜透了白雪的心思，预测了小红帽明天要来城里，白雪赶紧去了站台。就这样，小红帽跟白雪久别重逢，2人紧紧相拥在一起。小红帽将从银行拿过来的钱都赌了马，他现在有2件狼毛大衣，还有一个猪皮行李箱。然后他们每天都用魔镜预测赌局，很快就变成了百万富翁。这时，狼先生将听故事入迷的保姆绑了起来，关进了柜子，然后将自己伪装成了保姆。他看着小红帽与白雪离开了这里，然后他就走了进去。一只狼进了一个只有2个孩子的家，姐姐十分害怕，但是弟弟也不知者无畏。看着正在做饭的狼先生，姐姐为了拖延时间，申请先听故事。狼先生说，童话故事都是经过一代一代改编，变成了人们期望的美满结局，所以他准备讲一个不一样的。杰克和魔豆还有灰姑娘的故事。杰克跟灰姑娘其实是邻居，他一直对辛蒂有好感。在一次辛蒂偷了草莓酱以后，杰克没来得及救下辛蒂，辛蒂被2个姐姐关进了地下室。杰克的妈妈命令杰克将老牛卖个天价，杰克却在精灵教母的店里用牛换到了一颗豆子，然后到家就被妈妈胖揍了半个小时。就在此时，2个丑姐姐已经盛装去参加王子的舞会了。遛牛的精灵听见了地下室里辛蒂的声音，辛蒂很生气，她也想去宴会，穿漂亮的裙子、舞鞋还有尼龙丝袜，让王子爱上她。
精灵施了魔法，满足了他的愿望，但是告诉他一定要在12点之前回来，不然魔法就会消失。王子果然看上了美丽的辛蒂，两个姐姐看见王子与辛蒂跳舞，嫉妒的眼睛都绿了。辛蒂摇身一变成了夜店小公举，她的尼龙丝袜让王子无法自拔。当12点的钟声敲响，辛蒂不得不离开。王子为了挽留她，一不小心撕坏了她的裙子。辛蒂匆匆离开，落下了一只鞋子。王子捡起鞋，声称如果谁能穿上它，就会成为他明天的新娘。但是粗心的王子不小心遗落了鞋子，被在一旁的丑姐姐看见，掉了包。杰克一早发现家里出了大事，昨天扔在垃圾场的豆子长成了参天大树，而树顶的每一片叶子都是金子做的。妈妈让杰克爬上去拿，杰克到了树顶才发现上面有一个恐怖的巨人。他藏在豆荚里躲过一劫，告诉妈妈巨人可以闻出人的味道。妈妈说因为他不洗澡太脏了。杰克让自认为干净的妈妈上去，妈妈上去了，然后妈妈就被巨人吃掉了。这段故事把弟弟吓哭了。狼先生想办法逗笑了他。杰克知道妈妈也很臭，决定自己一定要先洗个澡。这次巨人果然没有闻到杰克。杰克开心地摘了许多金叶子，然后用金叶子跟精灵买下了那个破旧的小店。王子今天让全城的女人来试鞋子，丑姐姐的脚正好穿进了鞋子，王子不想娶她，就砍掉了她的头。另一个姐姐也被王子砍掉了头。辛蒂看见王子是个如此血腥暴力、以砍头为乐的人，她不想再嫁给王子，却被王子拿着刀逼到了墙角。姐姐对这样结局很不满意，她质问了狼先生之后呢？狼先生无奈地往下讲，精灵出现救下了辛蒂。辛蒂这次许愿不要王子也不要钱，只想要一个正直的人。于是精灵将王子变成了青蛙，又将辛蒂带到了一家店的门口。那家店里摆满了甜甜的果酱，文质彬彬的杰克拿给辛蒂一盒果酱，上面写着辛蒂的草莓酱。他还记得辛蒂最喜欢的味道。辛蒂嫁给了这个卖果酱的正直小伙，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故事讲完了，两个孩子也熟睡了。狼先生听着饭煮好的声音，小红帽回到了家里。狼先生绅士地跟小红帽说了再见，并没有伤害他的孩子，然后脱下衣服回到了自己的森林。狼先生最后还是放下了仇恨，一开始是他的侄子先动的手，他并没有再选择冤冤相报。其实给两个孩子讲故事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心软了。灰姑娘应该被王子砍了头，但是看着小女孩难过的目光，狼先生还是改变了结局，说出现精灵改变了灰姑娘的命运，他也改变了两个孩子的命运。童话的结局因期待而美好，也因为美好才一直会被人期待。小红帽披上了狼皮以后，就再也没有从前的单纯，但是狼先生穿上人的衣服，却给孩子讲起了美好的童话。当他脱下衣服回归森林的那一刻，才是真正的高尚。我是你顶亲亲的前女友，咱也不知道狼为啥都喜欢穿女装，咱也不敢问。喜欢前女友的关注订阅点赞加硬币比心心。